如果我有15000人民幣的預算，讓我選擇一個地方去旅行，那麼毫無疑問，我的選擇會是中國。從中國玩完回來，給我的整體感覺非常好，性價比超級高。但是對於絕大多數俄羅斯人來說，中國卻不是第一選擇。那麼為什麼這麼有性價比的中國不是首選？這就是今天的話題。歡迎回來。在這期內容，我們會帶領大家探訪迪拜、土耳其這2個在俄羅斯最火的旅行勝地，再對比一下中國，試試回答以上問題。說起迪拜，你會想到什麼？高端、大氣、上檔次，對不對？我還記得入境迪拜的時候也是這樣想的。迪拜早就對俄羅斯人免簽，這讓我可以說走就走。剛下飛機就經歷了震撼。迪拜機場的效率絕對是一流的，雖然人很多，但是基本不用排隊，行李很快也可以拿到，幾乎不用等。過海關安檢更是非常絲滑。重點來了，過海關的時候，工作人員竟然還給我了一張免費的電話卡，裡面還有10G免費的流量。這簡直像是在沙漠突然有人遞給我了一杯可樂。拿到了行李，出機場的時候也非常迅速，基本上沒有擁堵。司機很有禮貌，會幫着裝行李。出租車裡面可以接受刷卡。總之一切非常順暢，作為外國遊客沒有遇到任何障礙。應該說我對迪拜的感受總體是矛盾的。還記得第一次去迪拜的時候，我住在世貿中心附近。那個時候，我眼中的迪拜是個國際化大都市，就跟之前提到的感受一模一樣的。這裡到處都是商務人士，有各種世界之最。最高的樓，最大的購物中心，最豪華的公寓，最現代的基礎設施，最奇特的建築，而且非常國際化，到處都是不同國家、不同種族的人。各種現代新奇的東西，首先都會在這裡出現。這裡仿佛就是個嘉年華，遊客到處都是。英語非常普及，之前以為到這裡到處都會聽到阿拉伯語，到了之後才發現身邊都是英文。But my first language was Arabic, but then I learned too much German. 所以這對於大部分遊客來說，交流完全不是問題，而且整體感受還是很安全的，也看不到流浪漢。對遊客來說，迪拜簡直就是天堂。這裡有沙漠，還有沙灘，沙灘周邊還有各種配套，相當齊全，而且都是免費的。旅遊設施非常完善。各種地方的服務讓我感受到了迪拜的軟實力，難怪這裡聚集了大量的外國人。很多人到迪拜投資、做生意，各種高級的公寓到處都是。我覺得每次旅行，無論去什麼地方，總是收穫滿滿。
留下深刻印象。我時常會記錄下一些美妙瞬間。按下快門時，仿佛時間停止。當光線通過鏡頭的那一刻，瞬間變成了永恆。1880年，胡英之只用一幅畫舉辦畫展，讓整個聖彼得堡為他的魔幻月光陷入瘋狂。他窮盡記憶，只為完美呈現光影。人們被胡英之夜色光影吸引，甚至還有人懷疑畫面後面是否有燈。1888年，當梵高在求婚被拒後，他用畫筆記錄下愛湯花園的記憶。那些厚重的顏料，即便是已經過去137年，他依然會把我們拉進他的世界。而今天，我們人人都可以用鏡頭捕捉這樣的光影和瞬間，精彩的瞬間轉瞬即逝。記錄的工具往往需要在便携性、光學素質上做出平衡。如果說微軸式在 Pro 系列專注於畫質，那麼新推出的 R 系列的鏡頭則專注於光學素質和便攜性的平衡。它們非常小巧、輕便，讓攜帶毫無壓力，非常適合平時的掃街打卡，不引人注意。1.7的大光圈帶來了背景虛化，讓在暗光環境下也能記錄精彩瞬間。使用它可以完成絕大多數的拍攝場景。能帶出門的設備才是好設備。有了微軸式 R 系列鏡頭，讓我有了機會記錄下更多的瞬間。在迪拜最大的感受就是這裡的服務人員態度都巨好，無論是超市員工還是酒店工作人員。但是第二次去迪拜，離我酒店1路之隔，就看到了另一個迪拜。這裡有大量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地勞工，在這麼一個高物價的地方，拿着極低的工資，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下，從事着非常辛苦的工作。有時候我覺得出門都已經熱得窒息，他們卻在太陽底下辛勤工作。有個司機跟我講，他來迪拜20年了，卻始終沒有積累任何財富，而且永遠也成不了迪拜人。在迪拜平均工資大概是多少？如果是中國人的話，在這邊打工的話，差不多5000迪拉姆，差不多1萬人民幣左右，差不多。但是生活成本應該比較高吧？對，主要是生活成本太高了。這位大哥在迪拜居住快20年，他的話也印證了，不是每個來迪拜的人都可以過上好生活。不管怎麼說，迪拜是個非常神奇的地方，嚴酷的自然環境沒有阻止其發展，尤其是旅遊業。無論是硬件還是軟件，這裡的設施都是一流的，讓遊客基本上不需要脫離自己的舒適區，迅速可以享受探索這個國際化都市。除了迪拜，土耳其長久以來一直是俄羅斯人最喜歡的度假勝地。它早就對俄羅斯人免簽。我第一次去土耳其是在10幾年前。俄羅斯人喜歡土耳其，主要是因為它既可以選擇跟團遊，就是一家全含那種酒店、沙灘、自助餐之類的經典度假套餐，也可以選擇自由行。交流基本不會遇到太多障礙，很多酒店、餐廳都會說幾句俄語，網上也有大量的資料信息，所以土耳其基本上是俄羅斯人夏季度假的首選。但是這次去土耳其，感覺物價高了很多。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家甜品店，現在價格已經非常貴，性價比差很多。另外就是博物館的價格也非常貴，之前可以免費去的清真寺已經開始收費了。這次感覺整體物
價高了很多，就连當地人也都抱怨。Меня зовут Нармия, я живу в Турции, в Стамбуле, училась в России. В каком году вернулась в Турцию? Я вернулась в 2016 году. Как жизнь изменилась? Почти все для всех жизни изменились. И последние 5 лет все подорожало. Питание, продукты, жилье, одежды, все подорожало. Сейчас средняя зарплата где-то $500-550 получается. Если посмотрим,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жилье, аренда, это тоже в Стамбуле где-то 500-550. Раньше молодежи могли бы снимать себе квартиру, можно было отдельно жить. Некоторые молодежи вернулись с своими родителями. С родителями, да. Да. Je suis Ariel, je suis algérienne. J'habite en Turquie, Istanbul, plus de 6 ans. Il y a des canaux avant le Covid et après le Covid. Est-ce qu'il y a des changements? Oui, effectivement, il y a eu beaucoup de changements. Par exemple, après le Covid, la valeur des râteaux est très élevée. Par exemple, $1, 2 lira. Mais donc actuellement, $1, tu payes plus de 41 lira. Même le prix, par exemple, le macla, tout a changé. Le pain, كان يدير 1,25 يدير 15 ليرة. وهاد العفسة تأثر بزاف surtout في لو travail تاعنا. Par exemple, كيما قلت لك حنا on travaille dans l'export. Donc حنا نخدموا كثرتها مع les fabricants de pièces détachées en Turquie. On fait l'export. حنايا on est distributeur تاع هاد les fabricants. Mais actuellement, tellement que les prix بزاف, c'est devenu vraiment très très cher. لينا نديرو l'importation depuis la Chine. نشريو من لا Chine نجيبو لإسطنبول après نديروها réexport. Côté élève, تعلمتي la langue chinoise. Oui, Après des cours. effectivement, oui. Est-ce que tu te souviens de quelques mots? Je me souviens, j'ai pris des cours en Algérie. J'avais un prof chinois. Pendant 3 mois, j'ai fait un seul niveau. J'ai oublié parce que j'ai pas pratiqué, mais je me rappelle un petit mot. Tissier. Tissier. Et ni hao. Ni hao. Merci beaucoup. Merci. 我最近几年也去过中国2次，也探访了不少地方。关于它的优点，我觉得之前的视频也都讲过。今天我主要讲我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在我看来还需要改进的地方。还记得2年前，为了办一张可以上网的电话卡，我跑了3个地方。有一个省会城市，几乎所有网点都不可以给外国人办电话卡。整个城市竟然只有1个可以给外国人办电话卡的地方。如果不是有朋友帮我韩語再會說也沒用，直接 game over。但是我覺得給遊客提供電話卡還是非常必要的，因為現在幾乎所有的服務都需要郵網，特別是在中國。我最近一次去中國，嘗試了在很多銀行申請銀行卡，但是沒想到這比冬天還難。每家銀行拒絕的理由都不一樣，我好不容易辦了一張銀行卡，結果最終還是無法使用。沒有銀行卡就用不了移動支付，因此共享單車沒有辦法使用，出租車也沒辦法使用，總之各種體驗都會差很多。我10幾年前去中國就遇到了很多性價比高的酒店不讓外國人住的情況，那個時候我才知道中國的酒店有室外和非室外2種，好多性價比高、評分高的地方外國人不能住，這個現象我覺得也很讓人不解。有一次我想跟朋友去泡溫泉，那個地方我去過好幾次了，但是突然有一天前台告訴我有了新規定，外國人不能進，這讓我感覺非常鬱悶。還有各種一些小細節，比如我在網上買火車票必須要到線下取票才可以使用，我還需要提前很久到火車站，拿着行李箱排隊很久取票，很麻煩，沒辦法像中國人一樣直接掃碼進站。
就連俄羅斯鐵路也都可以在官方 App 上買票，還支持中文，並且可以掃二維碼上車。再有就是俄羅斯人如果是第一次來中國，如果不做好充分準備或者年紀大不會弄這些的遊客，一下飛機直接進入失聯狀態，因為他們常用的各種軟件都無法使用了，他們也沒有微信，不能提前預約博物館，就算有微信沒有身份證也沒辦法預訂博物館，有的地方甚至餐廳都沒有辦法點餐。總之就是這些小細節擋住了很多人。我想如果以上的問題解決了，那麼外國遊客去中國的體驗一定會上升好幾個層次，這樣的話就會有更多的外國人去中國旅行消費。我覺得還是大部分人不太了解中國，而中國有很多東西值得看。